新闻大白话要带您看到的是，现在在亚洲的焦点都聚集在了习普会登场。那么现在普京的下一站要去东北了。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北京现在高规格迎宾，普京也是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我们带你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习普会登场了之后呢，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俄双方一致都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是正确的方向。其实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习近平迎宾归格雷，给了老朋友十足的派头，大陆的小朋友还喊说热烈欢迎。见到好朋友习近平，普京一开口就是讲中文，也给了很大的诚意。但其实普京从2000年开始已经访问中国多达22次。那么呢，李强也会晤普京了。李强指出，中方愿跟俄罗斯一起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还有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不断走实走深这样子的过程。那么谈习普会呢，美国说中国大陆不可得兼西方与俄罗斯。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就讲到了，他说习近平无法既改善西方的关系，又支持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普京继续的国事访问中国，跟习近平竟然两个人还拥抱话别。我们带你看他的哈尔滨行程曝光了，普京在跟习近平在会谈结束之后，两个人要分开了，竟然还来了一个大拥抱来话别。俄媒报道，因为普京5月17号访问哈尔滨，哈尔滨市区2个区域内的交通道路因此而封锁。那么进行交通封锁管制的区域是宏博广场和国际会议中心。那么普京也向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致敬了一个花圈。那么现在中俄就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么有人就说这有2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杠美国。那么习普会中俄将深化军事协作，那么举行2场会谈，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会深化军事互信的协作，扩大联合远训的这个活动的规模。双方签署了12000字的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了这些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那么里面很多次的批评美国，包括反对美国通过扩大军事力量和拼凑军事集团改变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的霸权行径，又指说美国印太战略跟北约图谋在亚太地区采取的破坏性动向，对于该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华府怎么说？哎呦，拜托，已经没新意了。白宫发言人就说，没见中俄联合声明有新意，中国企业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不可以接受的。但这中俄联合声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来赚人民币。你可以看到呢，他们说呢，除了矛头指向政府之外呢，声明又提到了提升双边贸易、融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本币份额，又指出共同推进中俄两国企业落实大型的能源项目。普京说了，中俄超过90%结算以卢布或是人民币来进行，欢迎中国的车厂进攻俄罗斯的市场。那么现在他讲出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会去想了，那么现在普京找习近平是不是也在斡旋着乌俄战争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们有谈到乌克兰，习近平盼恢复和平发挥作用。他说中方希望欧洲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而且他们也愿意发挥这个建设性的作用。但现在美国是不是很着急将攻破哈尔科夫了呢？我们带你来看到，在哈尔科夫这边有个城叫做沃尔陈斯克，俄罗斯夺城的目标现在在这里交战当中。它有多重要？它距离俄罗斯的边界不到5公里。那么呢，攻入这个地方是俄军朝向科尔科夫的前进攻势一环。落入俄军手中，可能让乌军在东部及南部长达1000公里的守卫部署前线，可能就会失去平衡。尤其是俄军现在加大轰炸哈尔科夫30多个前线阵地，现在是战斗激烈。那么会不会迫使乌军得从乌东把前线的兵调增去援助东北呢？法新社利用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数据算出，俄军估1周夺乌克
兰278平方公里的领土，这真的很多。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结束对基辅的访问之际，宣布要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在布林肯宣布新军援之际，乌军却在跟俄军激战之后，开始慢慢从东北这边来撤退了。所以现在哈尔科夫是不是危险了？空袭警报大响超过16个小时，俄军猛攻，爆炸声狂传。那么现在就连呢这个泽伦斯基都赶快取消活动，因为大片领土上次他说战况已经十分艰困。虽然他说已经控制住了，但真的有控制住吗？俄军攻城略地，现在哈尔科夫第3城镇又可能会被俄罗斯拿下。泽伦斯基已经赶快取消任何的访问行程，就怕是不是再有个疑问。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亮哥，你是怎么看这个习普会呢？我觉得美国说没有新意是故作镇定状啦。事实上，这个12000字啊，是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层面啦。比如说第一个啦，当然就是俄罗斯就要稳住中俄贸易嘛，因为布林肯刚去中国，希望中国不要做军工配件的供应啊。那中国显然是已经反驳了美国这个说法，他说这个都是正常贸易。所以中俄贸易稳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也包括实际上俄罗斯是带礼物来的啦，这次就包括蒙古，还有这个北韩的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黑瞎子岛，就是这3个地方本来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那这次全部都解封了啦啊，所以就有点类似中亚那边就是中吉乌铁路解封啊，那这一次因为哈尔滨已经盖了那个大桥，要通到俄罗斯。那未来双方也会有西伯利亚计划，要投资计划要开始进行嘛。所以为什么他也要去东北走一趟？就是有一点就是象征意义，说双方在东北哈尔滨到西伯利亚这一个计划要启动嘛啊。那未来他也把北韩的图们江纳进来了，所以未来等于就是东北可能就会找到一个出海港了。因为以前他就是受困于他没有出海港，那现在等于是海参崴还有图们江都帮他打通了啊。这个坦白讲是普京的让步了，那他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在贸易还有投资上的资源嘛。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啦，就是普京他大概认为俄乌战争他的底气已经够了，他需要的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上的稳住啊，比如说。未来他6年主要的政见就是希望俄罗斯也能够做科技创新嘛，那不管是盖科技园区或者是科技产业的研究院，在目前真的只有中国人帮忙啦，所以普京当然会，我认为他绝对不是为了俄乌战争来的啦，他还看到这个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啊，也讲到跟中国在北冰洋的合作。所以其实整个那个坦白讲，就是在整个东北亚的秩序啊，未来的那个轮廓大概都已经描绘出来了啊。这个美国专家当然看得懂啦，当然香皮也没有办法回答啦，那他只好这边故作镇定状，说没有新意，新意可多啦。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是俄罗斯跟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矛盾的一次性的解决，以前没有解决啊，以前他大概只处理到中亚的部分，一带一路的部分，对，那现在是东亚的部分，包括蒙古，包括北韩，包括黑瞎子岛，包括图们江流域，一次性解决啊，这怎么没有新意？我看，当然美国必须这样讲啦，可是我想美国研究这个地带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人一定心里有数了啊，就不知道这个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力量啊。那至于这个美国在哈尔科夫的部分，我是觉得这样，你现在给钱，或者说你军备都陆续送到乌克兰，这个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要送到前线，这个就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就是即使你可以透过波兰运进乌克兰，对，可是从波兰的西岸运到哈尔科夫是1300公里啊，你运得到吗？能够及时补充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赖老师，我们想问问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美国失去了中国了。我觉得这个是拜登政府
在他的任期内，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败笔。他确实是把中国失去了，这个其实影响很大啊，因为中国相当有可能会在10年内会超过美国，啊，然后而且中国超过美国是全方位的超过美国，包括顶尖的科学力量，啊，因为目前全世界最敏感、最顶尖的未来的10大科学领域，中国已经有7项超过美国，现在只剩下3项，而那个3项的差距在缩短中，所以一般估计10年以后，中国是全方位的超过。那不但在科技方面超过，在经济能力超过，那在未来因为科技的关系，在军事能力也会超过，而这样的一个会超过美国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却彻底的失去它了。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讲得很明白啊，他就说中美的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那这一段话其实的潜台词，也就是说，大陆也不在乎跟美国要维持像过去一样的关系，也不在乎了。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你看它不管是减持美国政府的公债，增加黄金的比重，然后它也有意的在缩短跟美国的贸易额。事实上，它跟美国的贸易额也一直慢慢的在萎缩到只剩下17%，而它扩大了跟东盟、跟欧洲、跟非洲、跟这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地区等等的这些贸易额，在全方位的在扩大中，而唯一的在萎缩的，那就是跟美国的贸易额一直在萎缩，而且有意的一直在萎缩中。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布林肯本身到现在为止，他还以为，我觉得他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大陆还是很想跟美国建立起以前的30年前的那个关系。我觉得他判断错误，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中国跟未来的中国会超过美国，所以他怎么可能还会说像30年前、40年前那样的要去拥抱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那由于美国错误的判断，美国错误的战略，所以使原本中国大陆在开发大西北地区、开发大东北地区，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过去有很大的不平衡。例如说，我们都知道它的东南沿海这个地方是经济比较重的。那大陆也经过好几届的政府，一直想要改变这个趋势，然后不管开发大西南。那最终要开发大东北跟大西北，所以“一带一路”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问题就是苦于俄罗斯，因为不管是大西北，你要走这个中吉乌铁路往这个里海走，你不管你是大东北的开发，你要刚刚我们谈到的有关于图们江、有关于海参崴的出海口等等，这些都是最主要的交通大动脉。这2个交通大动脉一解决，那区域的发展平衡就整个解放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未来在大东北地区跟大西北地区，以俄国现在完全都开放了。那普丁这次到东北去，其实就是在宣示未来中俄之间东北的合作是完全紧密了，那就是代表俄国往东看的战略策略是未来几十年后俄国的主要战略。那当然立足点就是在于中国的东北跟俄国的这个东方的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整个中国的原本被俄国所局限住的，全部都开放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对，我们可以看呢，这一次普京有向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来献花，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想到这是在20大战，就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呢，在民国26年到民国30年4月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中华民国空军是接受苏联的训练跟帮助，那时候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还有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是有这样。他们总共苏联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了，那个时候叫苏联。那时候援华总共1200多架战机跟轰炸机，然后我们的这些飞行员很多是由苏联在那边帮忙训练，所以那时候苏联的在这一方面呢，然后对日本的轰炸，因为守住那民国26年到民国30年4月15号终止了，因为民国30年4月15号，这时候日本跟苏联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规定把它撤回去了。但是在这个当中苏联的这些飞行员为了中华民国在对日抗战，总共牺牲了230多位飞行员，地勤人员不要算，因为他总共援助了1200多架飞机，然后空地勤人员3000多人，但是牺牲了230个飞行员。加上地勤人员将近1000人，如果地勤人员也有牺牲，
因为这样子，换句话，这个当初是因为抗日战争不是我们单独日本那个苏联帮助我们，后来的时候一直到民国30年12月8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才是帮我们。那这个之间的时候，因为美国有租借法案，它是对我们中华民国那时候是有限制的，武器输出它有防疫隔离，我们不介入哈，有租借法案又有防疫隔离，我们不参入，是这个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艰苦的对日抗战那4年。苏联有帮助我们，那牺牲了，还甚至是献花，是这个道理。怎么跑到哈尔滨去献花？对，那红军烈士怎么会在哈尔滨有红军烈士？那是因为他们帮我们训练飞行员，他们的飞行员也帮我们去打仗。在那个时候，那有这一段历史的，这是民国26年到民国30年4月，那4月15号呢，因为他们2个签订的互不侵犯，整个撤回去嘛。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尔科夫，就是俄乌战争，哈尔科夫啊，乌克兰战略错误，因为现在乌克兰防线太长。那个防线太长之后，战略分散，他现在的兵力很弱，士气又低，武器又补给不上，这个时候应该战略集中在几个重要的地区就可以了，要守重点。他整个防线是分散之后啊，很容易受俄罗斯的军队直接突破了，全面突破，全面推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乌克兰的战略啊规划错误，在弱的时候要实施战略集中，不能再分散了，因为你兵力有限嘛。那他现在还在这分散。那只是很简单嘛，一个礼拜啊就是300平方公里，300平方公里，一个礼拜就一个台北市拿掉，一个礼拜一个台北市拿掉了。所以整个来讲，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俄罗斯的军队哦，秋风扫落叶，让这个乌克兰甚至哈尔科夫很快就会撤守哦。如果他再这样不战略集中的话，他会能不做战略集中，不做战略紧缩，那这样的话对乌克兰的整个战况会不利。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呢，带您继续看看国际发生了什么事。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我们要带您讨论到国际局势。那么我们当然要带您来讨论到，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波音呢，现在又出事了。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美国要告上法庭了。怎么说呢？波音又出事了，载着468人的印尼英航客机起飞后竟然引擎起火，紧急返回机场来迫降。这架客机是波音飞机原本计划飞往沙烏地阿拉伯，所幸呢所有的乘客都没有受伤。涉事的客机现在已经停飞并接受检查，但是如果你是在上面的乘客，你真的现在已经吓到腿软了吧？那么美国司法部称呢，这个波音公司已经违反了延期起诉的协议。那么法庭文件中表示呢，波音未能设计、实施跟执行规范和道德计划，以防止和发现营运过程当中违反诈欺法的行为。那么波音飞安的危机震荡欧洲航空业。那么专家预估，这个夏天恐怕有数百班次会被取消。可以看到《每日邮报》报道，波音公司年初爆发飞安事故，连带造成飞机生产延误跟短缺。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就示警了，欧洲的航空公司今年夏季可能面临减班，甚至取消航线，预估可能至少有数百架的航班。那么波音4月仅交付24架飞机，创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月交付量。报告还指出，波音4月收到7份新订单，今年总订单达到了138架。不过4月有33架的飞机订单被取消。只不过那现在美国总统拜登还在打关税七伤拳吗？美国商务部长戴琪说，中国的电动车如果试图规避关税，绕到墨西哥进到美国，可能会挨罚哦。拜登政府表示了，如果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试图将产线移到墨西哥避免关税，可能会实施额外的处罚。美国用第三国课税来抵制中国吗？莫比尔斯也就是新兴市场教父投资人，他说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美国透过墨西哥和东南亚进口货品课征关税来遏制中国，将产品输入美国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少，因为这就会加剧美国自己的通膨。只不过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加征关税，新恩说可能会点燃另外一个欧中贸易战，因为分析师说呢，美国自中国的电动车数量非常的少，电动车真正的贸易战场可能会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欧洲。那么拜登对于大陆的电动车提高关税是七伤拳吗？
现在可能会消耗美国的汽车业，拿大陆的电动车既其是双面刃，美国车厂同样受到冲击。如果无法获得录制低成本的电池材料，电动车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一样是太昂贵。中国的商务部反驳产能过剩论，指过剩的并非是产能，而是焦虑。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拼命制裁是不是就是为了掩饰美国自己本身有的美债问题呢？因为怕遭到美国制裁，现在中国猛抛美债，狂买黄金。根据彭博对于美国财政部今年他们第一季中国抛售的533亿美元，换算下来是1.71兆台币，比利时期间卖掉了2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托管账户的所在地。现在连三降了，大陆3月再减持美债76亿，规模7674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最新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大陆3月减持76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至整体规模7674亿美元，是继2024年1月以来第3次的减仓。日本3月则增持了199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的规模将会来到了1兆1878亿美元，继续成为美国的第1大债主。只不过现在乱世，黄金就开始飙价，而且是飙破天价。专家认证重演2008年的一幕，哪一幕呢？美国经济学家说，当投资人看到潜在的危机即将到来，黄金就会表现得很好，相对就会很强劲，这就代表黄金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黄金需求量现在增长了20倍。其实不要说中国大陆，最近在台湾，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听到一直在买黄金的声音。在大陆呢，现在年轻人甚至是流行买一个小金珠，慢慢的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黄金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商品。我们带你看到，不管呢，在过去几十年内增长了很多，现在呢市场还是有需求，未来的印度恐怕会消耗更多的黄金。有人就认为了，下一个的中国会不会就是印度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我们先来看一下波音这件事情。刚才亮哥反应很大，你怎么看这个波音哦，持续的不断在出包，可能已经让很多人对他有点没信心了。波音如果不是透过美国政府的压力啊，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国际上怎么卖啊。因为人家一定去买空中巴士嘛，这还用说吗？那中国大陆国内那中小型的客机就先买 C919啊，我为什么买你波音？对不对？风险那么高，对不对？比如说台湾，如果不是美国参议院来施压，会买28架吗？对不对？所以我说，靠政治力量做生意的公司，最后一定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啦，因为你就是没有在努力在督促自己进步嘛。比如说空中巴士，我认为它已经全面领先波音了啦，所以你说波音未来怎样，你再怎么整顿改组也没有用，因为它太依靠美国的政治人物在帮他施压拿到订单嘛。对。这样的公司怎么会有竞争力？怎么会有督促自己进步的力量啊？而且这个几乎每个月都有坏消息耶，所以我觉得已经不可思议到一定程度了啦。这个没有经过，因为美国大型的那个民航客机的公司就只有一家啦。美国的民航局，坦白讲，里面上班的官员也有很多都跟波音有关系啦。那怎么监督？这个不是跟台湾的台电一样？我真的啊，因为台电只有一家嘛。对。那你看中油为什么相对问题少？因为有一个台塑石化在做对比嘛。这种东西很现实的啦，就是说你波音你就跟空中巴士好好竞争嘛。结果你没本事就用政治压力去抢订单，这算什么嘛？对不对啊？那至于电动车那个，我认为美国那个是选举动作啦。因为有人去查啦，就是中国大陆电动车在美国目前的市占率大概只有0.7%，那在欧洲是50.2%嘛。哇！所以欧洲才是一个真正的议题嘛。对。可是欧洲人已经循着市场经济，对要求中国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事实上已经有很多都是德国跟中国的合资公司嘛。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卖到欧洲，事实上很多是德国的牌子，那另外比如说他就去匈牙利投资嘛，包括电动车的电池，
包括未来还有更多的汽车零部件啊。那这个就是市场逻辑嘛。对，市场逻辑本来就该这样啊。那你也，我觉得未来他可能也会在法国投资啊之类的啊。那可是美国不是嘛？对，美国就是直接给你抹黑嘛，说你不能进来嘛，这完全就是用政治力量嘛。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波音的高层已经进行重组了也改组了，很多人都下台了，但是能不能阻止或者挽救波音的危机，恐怕很困难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大陆不会出手相救，大陆会在旁边观看，看波音的未来的走向到什么程度。我还记得大概在2000多年2008年左右那段时间，其实空中巴士也面临危机，差一点被波音打垮。那差点被波音打垮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出手了大概一口气买了100-200架空中巴士，把法国跟德国，尤其以法国为主的空中巴士救起来。可是交换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取得了这个在天津厂的装配，所以空中巴士的 A320就移转到天津厂，在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学会了这个大型客机的一个组装的能力，从此以后建立了它的航太工业、航空工业的这个基础那中国大陆现在 C919已经出来了，而且很成熟，目前卖得不错不管是国内的订单越来越多，国外的订单也开始在增加中。以现在波音的情况来看的话，我想转订单的情况会更加的多。那大陆现在的雄心更大了，以 C929为一个目标。那过去想跟俄罗斯合作，可是俄罗斯在合作这个部分走走又停停，走走又停停。大陆在这一次习近平到法国访问的时候成功的谈到了中法的合作，因为法国本来就是有制造大科技的能力例如说我们知道空巴那它的本身的做大飞机的能力，像380就很强了那未来目前来讲，中法也签了航太工程的合作，又跟俄国也再签了航太工程的合作，所以等于是平衡了。也就是说，两大国之间都有合作。那你俄国如果又走走停停的话，那他可能强化跟法国的合作。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 C929的这个进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空中巴士的萎缩，然后可能会刺激了这个中国航空工业的成长，这个整个世界至少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对于大陆来讲是越来越好的一个局势。空中巴士能不能挽救危机？我目前来讲其实并不是十分的乐观。电动车的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欧洲如果走错路的话，欧洲会伤到自己。现在德国、瑞典、法国，其实德国跟瑞典最紧张。对，所以现在看看冯德莱恩怎么出卖欧洲人的利益。好，我们来问一下江延廷将军，您又是怎么看呢？这个波音公司，它这个我们讲的波音拐747-400它这个一起飞之后就引擎起火，这个相当危险因为刚起飞阶段的时候，波音747里面装的油是80公吨的燃油，因为它飞长途的，那装满80公吨，这个发动机起火一回路的话，烧到那个油直接就爆炸了。空中最怕空中起火的，因为空中起火你怎么办？你怎么躲？地面上有消防车，你空中是没有消防车的，是相当危险的。那这样的话，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737就出了很多的事情，这是747也出事情，因为其实它的广体，你看它载400多人，它双走道，那737倒是单走道，不一样，都出问题。所以这个状况对波音来看，它的整个的商业、它的整个生产，或者是将来的外销，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尤其中国大陆现在有4400多架的民航机，市场非常大。如果中国大陆它 C919还不够，自己还刚出来，所以他去买，那你波音常出事，那我买空中巴士嘛。那你整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就不见了嘛，就跑到空中巴士那边去了。所以对波音来讲的话，这个是影响相当深远的。尤其最近它这个一系录这些机温，那这些机温的话，大家会怕，你知不知道？因为一摔一架不得了，因为上面载好300-400个人呢，300-400条人命呢。这不是说我们一个车子算了，它300-400条人命就不见了。大家对这个飞安的品质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因为跟车子不一样，车子可以，但是飞机不行。
所以就起火，起火是大事，掉轮胎就算了，上掉轮胎，有个逃生门上次飞掉了，空中飞掉了，那就还好点，算了，对，砸到人家的车，对了，但是那个引擎起火那就不一样了，烧到那个一烧到那个，我们知道飞机那个整个机翼翅膀，你看它好厚那个翅膀，对，好厚，那都是油。那里面都是油，在翅膀上其实都是油。你坐在翅膀附近，那都是油，还有机腹下面也是油。80公吨嘛，因为它飞，有时候一飞10000公里，那没有落地加油的哦，都是空中哦。那这是都是靠这些油。你说危险？你油最怕火，一过来的时候你没办法了，你就整个会爆炸。所以我们看这个换到机务品质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飞行员也知道，那空中起火是没有解的。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佳琪。那么这节我们要同样带您从国内政治谈到国际的局势。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耶鲁的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先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立法院现在正在发生的进行式。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刚刚韩国有一度进来，但是呢也引爆了蓝绿的冲突。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在主席台上的呢，就是今天早上被推倒的国民党立委陈金辉了。那么陈金辉现在依旧是守在了这主席台的第一线上面。不过你可以看到，在主席台的另外一边，已经有民进党立委正在备战，蹲着的这个人就是民进党的台南立委，同时也是赖系子弟兵的郭国文。那么他的前方还有这同样是台南立委的王定宇，以及彰化立委黄秀芳也都在这现场。那么我们可以带你看到的是，包括陈秀宝啦，他们都在这个现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突袭的机会。只不过就在刚刚呢，这个爆发冲突之后呢，韩国瑜是快速的进来。那么原本以为现在蓝绿白就此要一战了，不过韩国瑜是宣布了休息，要再协商，也因此让很多人都一头雾水，说还要再协商。那么今天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原定呢，今天国民党的立委们要在整个院会结束之后，要到太平岛去，那么他们要先飞到屏东。不过现在看起来恐怕只能租游览车，晚一点再到了。稍待一会，这个国会有最新的情形，我们会马上带你看到现场的画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国际局势焦点，尤其是锁定在亚洲的部分。先带你来看到，现在美国是不是转身跟中国走热了呢？因为呢，现在习近平说台湾就是新柏林，曾预测习近平8年内攻台。现在美国学者呼吁借鉴冷战经验，建立台海的柏林围墙。美国国安专家阿尔佩洛维奇他说，美国可以从冷战时期的柏林危机找到摆脱美中地缘政治对抗困境，维护台湾和平的答案，那就是在台海两岸建立一座象征性的围墙。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官员现在跟大陆视讯会谈，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现在是跟中央军委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主任李斌说，双方谈及保持沟通管道的顺畅，南海航行的自由，当然也有台海和平稳定等议题。只不过你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董军呢，你在新加坡会晤了吗？睽违2年将面对面重启对话。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呢，如果中美防长确定出席，预计5月31到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桑格里拉对话，董军跟奥斯汀在场边会晤的几率可能会大增哦。而且呢，他们上个月才透过电话交谈，这一次的会议将会是中美国防部长2年来首次实质的面对面接触。只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当然也要宣示它的主权了吗？我们带你来看到中非黄岩岛的争夺战，南海争议的部分呢，现在网络上盛传这个消息，什么消息？有1000艘的中国渔船奔赴黄岩岛，要回应菲律宾的示威。那么我们要带您看到这段画面哦，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媒体北京时间他们发布的短片说，解放军今晚约我一起去黄岩岛看海。那么呢，他说呢，现在要让他们见见世面。只不过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海警现在也在黄岩岛的海域展开了日常训练，尤其是中国海警3502舰为其他执法舰艇进行一个海上的补给。尤其是现在南海的情势升温，菲律宾打算向日本添购5艘大型的巡逻船。我们可以看到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越来越升温。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将向日本添购5艘大型的巡逻船，最快17号跟
日本签署一个合作的备忘录。只不过在印太的航母战是不是同步也开打了呢？我们带您来看到陆06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第一次曝光，战力直追辽宁舰哦。076确定采用的是平直甲板电磁弹射系统双舰岛的设置，而且它的排水量可能会超过5万吨，几乎是首艘航母辽宁舰一样的相当的实力。未来固定翼载舰队的开发机成熟之后，076的战力将会呢赶上或超越辽宁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美军的核动力航母雷根号结束了9年任务，现在乔治华盛顿号将接棒进驻日本。那么雷根号离日的此时，正逢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的敏感之际。美驻日大使就讲到了2艘航母将无缝接轨完成交接任务，似乎也在暗示大陆你不要趁机作乱哦。但是现在枢密院10号就说了，印度也要建第3艘航母了吗？印度的防长呢，他就有讲到了，印度很快将开始建造第3艘航母，因为中第3艘航母福建舰呢海事归来，刺激了印度，让他们觉得我们也一定要跟上。印度的欧亚时报就说了，印度的航母扩充计划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柏林围墙？你觉得有可能吗？我不知所云啊，因为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因为柏林是个城市啊。那基本上它的周边就是东德啊，它是在东德境内，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我觉得对台海的问题不要用比喻的啦，对，要把你的具体概念讲出来啦。实际上军方的人都是可以沟通的，所以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国安专家就基本上可以请他不用上班了啦啊。你用比喻的要干嘛呢？你要提出具体的方案嘛啊。那到底你是要怎样布置军力啊？为什么会构成恐怖平衡的效果？这个都是可以研究的嘛，啊，我是很不喜欢用比喻的方式回答这个很具体的问题了啊。那我是觉得，当然那个香格里拉会谈，我认为双方的防长应该会见面啦。那事实上，中国大陆一定会在这个场合，对这个美国直接提出菲律宾中程导弹的问题了，这个也是空前的啊。那至于中菲的对峙啊，我坦白说了，就是现在确实有人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在这里要表现出一定的力量，让菲律宾的就是说见好就收了。对，因为事实上，2015年我们也知道中越就是真的发生冲突嘛。那个981专警平台的冲突，那之后反而让中越逐渐就开始响嘛。那我们就看到后来就是去年11月，那中越就又恢复了高层的破冰啊。那现在关系也蛮不错的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到底要到什么情况之下，那菲律宾才会见好就收哈？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是不是撑不住美国对你的压力了，就美国要你做这个事，那你挡不住那个压力。那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够实力解决了啦。就是中国大陆诉诸实力是给美国看的，就是你不会得逞啊。那中国大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就是他也要做给东南亚的国家看，所以他如果太用力呢，那又怕会让东南亚的国家感到害怕，对，对中国大陆说，哎呀，你大欺小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拿捏的过程啊，就是一方面对美国不能示弱啊，那不然如果这样示弱，那就没完没了了。美国以后叫谁来，这个项庄舞剑再给你闹一闹，那岂不是没完没了？可是呢，他又要让东南亚的国家有一个默契，说其实我已经忍耐很久了啊。那可是他这样，我总是要有点展现我的力量啊，让他知难而退。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大概是在跟东南亚其他国家寻求互相理解的过程啊。当那个理解过程差不多的时候，我认为他大概就会动手。比如说我们最近就看到新加坡的这个新任的总理啊，黄循财，他就把话讲得很白嘛。他说：“南海不是只有美国独大，
说东南亚国家都不想有这种局面啊，然后他们基本上是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够通过嘛。那你菲律宾也是东南亚的国家，那南海行为准则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嘛？那有必要用这个方式不断的来制造这个海域上的冲突吗？而且事实上你也打不过中国啊，所以就不知道你是目的是什么啊。所以我是觉得，确实大陆那一边的，就是觉得说我们不能够示弱，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动作，让美国知道你这样强要求菲律宾不断的骚扰是不会有结果的啊。这个声音确实出来了，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以东南亚国家的整体的观感为主，那希望透过外交解决。这个基调仍然存在啦，所以就是这两个之间在拿捏之间的比例啦，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同步呢，先带您来看看在国会议场的最新画面。你可以看到呢，就在刚刚韩国瑜有短暂的进到了议场之后，现在国民党立委跟民进党立委再度发生了口角冲突。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原民立委郑天才是相当的激动。那么面对的对面就是这民进党立委洪申翰。那么呢，现在双方呢还是处于在一个口角冲突的阶段，会不会像早上一样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现在似乎还在等下一步。两边要怎么做？不过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立法院的现场哦，可以看到很多的立委已经开始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刚刚呢，甚至一度民进党立委想要冲上主席台，这个金门女战神陈玉珍还一个人挡10个，成功的把这个民进党立委给挡下来。那么他的宿敌吗？可以说是宿敌吗的黄捷，那么黄捷就大喊说：“千万不要来拉我！”那么没想到他们上这个主席台还是挡不过陈玉珍的攻势，最后国民党现在还是守住了主席台。稍待一会儿，如果有更多的冲突画面，我们马上会带你回来继续看。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中非的黄岩岛争夺战呢？有一个新的局势啊，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啊，他们可以不经由审判啊，直接对于侵入中国。领海啊，中国岛屿主权的这个外来的这些人员跟船只进行逮捕，那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海警船很有可能就直接逮捕了菲律宾的这些违法的人员，那么可以不用经过审判，直接拘留50天然后再放回去。我觉得菲律宾要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这个做法在过去日本也干过，对我们台湾的移民也干过。那是我们的台湾的移民在这个日本跟公海的经济海域的交流这个地方，那我们的渔民在撒渔网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渔网撒得很长，有时候会不小心有没有飘过去也不确定。但是日本呢，不管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我们的台湾的渔民或者渔船就扣了。然后甚至把我们的渔船就直接就押到这个琉球群岛然后就直接运到本土，然后就经过审判，那台湾就变成渔会要去筹钱，去把人跟船要把它赎回。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日本对台湾的渔民干过这种事台湾民进党政府嘴巴闭得紧紧的，一句话都不敢讲。现在中国大陆也未来有可能会对于直接侵犯中国大陆这个11段线的这些岛屿的还有领海的，还有经济海域的这些渔民那么直接采取逮捕的行动，这不能排除了。那我们要看看就是美国敢怎么样。坦白讲，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美国什么都不敢干我们很笃定的说，美国不敢在南海跟中国大陆爆发军事冲突。为什么？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胆气，而且呢，不会没有理性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胜算，而且他会损失很大。没有胜算，损失很大，而且还爆发两国战争、两国军事冲突的，为了一个跟他不相干的岛屿。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目前的做法都是在虚张声势、装腔作势。这个虚张声势跟装腔作势早就被中国大陆看透了，也看破了。所以解放军的动作态度，你看是很强硬的，一点都不退缩。美国越玩，菲律宾越玩，就只会让他们自己越灰头土脸。而美国在南海这个地方失去这种信任的程度就会越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另外，我还是讲一下这个弹头学者这个弹头学者真的是不知所云。为什么？柏林围墙是谁盖的？是西德还是东德？柏林围墙是东德政府
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东德政府喽，所以美国政府是集权专制的国家哦，所以因为柏林围墙盖的目的是不希望东德的人跟西德人来往，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希望台湾的民众跟大陆来往，要筑一个围墙啊。弹头怎么会有蠢到这种地步，然后没知识到这种地步的所谓的学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怎么盖？第三个，你根据什么来盖？美国政府到现在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你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好，弹头不要弹到这种程度，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匪夷所思好，我们再稍微带您回来看一下立法院的状况。那么就在刚刚呢，发生了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民党立委当然都拿出标语了，当然来应战了。不过刚刚呢，据现场的记者回报，这个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他的议事录跟文件竟然被民进党立委郭国文疑似是整个抱走，抱到了民进党团去。很多人就很纳闷，你拿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那么现在韩国瑜也没有出现在立法院的议场里面，接下来还会怎么进行？稍待一会儿，我们再回头带你来看。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张延廷张将军，你怎么看这个印太的航母战？对，这个航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中国大陆啊，它现在就是076的2栖作战舰，已经这个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已经它的这个整个进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甲板都已经几乎完成了大概80%。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076的作战舰2栖作战舰，它的功能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有3个特色。第一个中国的造舰的速度相当快啊，它现在那些不管是万吨驱逐舰或者这个飞弹驱逐舰、飞弹巡防舰都出来，大概数目差不多了，总共大大小小加起来340艘嘛。那告一段落，现在发行大型的，像福建舰还有0762栖作战舰也出来了。或者它现在小型的、中小型的吨位的，包含1万吨的都就位了，现在往大型的走。那这个076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将来的是针对它的任务特性。我们可以讲第二个，它是针对任务特性，将来是它也有电磁弹射。那电磁弹射的话，这变成无人机的，我们讲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母舰了。那以将来的时候，不管是攻击11也好，飞鸿97的无人机也好，侦打一体的，都可以上去了。那它上面有电磁弹射出去，这无人机当然可以回收。它已经看到未来的无人化的战场了。那这一艘跟这个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不一样，它要做一个区隔。那所以它现在往这个076上面去发展。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已经这个创新加速创新，就是这个2栖作战舰的076呢，吨位大，它吨位大概是将近5万吨了，但是5万吨，但是它的马力比较小一点，但是105000匹马力。像福建舰的话是20万匹马力，它大概福建舰的一半，这个105000吨5000匹的马力这样子。那它这个，但是它吨位蛮大的，5万吨跟8万吨没有差多少。但问题是它将来装的是无人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弹射、无人机回收，因为它上面有加拦截钢绳，拦截钢什么？无人机回来落地啊，无人机落地的时候刚好挂到。而且我可以看到，因为比如说攻击11它的翼展是大概14公尺多翼展，但是076它的宽度是46公尺的宽度。我一看啊，这个刚好。因为它刚好提的话，它整个空间是很充裕的。然后它为什么将来不会？我认为不会，这个歼15T 或者是歼35是不会上去的，因为它这样的过去的话，它的长度不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建舰是320公尺，那这个0762栖作战舰呢只有240公尺，那长度是不够的。所以我判断将来是直升这一个东西，将来是无人机逆中无人机的。我们叫的航空母舰，就是0762栖作战舰，无人机的2栖作战舰。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